特別的想和大家掏心窝的来聊一聊负债到底给你带来了什么。因为负債，我现在整夜的睡不着，失眠，头发啪啪的掉，持续的陷入了自我懷疑，還有自我否定，不知道自己到底有什麼長處，也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什麼。總感覺自己這一天什麼事情都沒有幹，但是卻覺得就是累得要死。朋友們，說出來你們可能都不信。我這20萬的負債，在短短1年的時間，利息都快趕上本金了。我覺得這可能才是負債最可怕的地方，它能夠讓月入5、6千的上班族啊，不到2年的時間就徹底崩盤。就拿最簡單的網貸來舉例子，我覺得它可怕的從來都不是這個高利息，而是平台早就設計好了一套陷阱，等着我們去踩。只要你踩進去，就像被粘住的飛蟲，越掙扎陷得越深。有沒有男生願意幫我一起還一下欠款？我是河北的，今年28歲，想着能闖出點名堂，結果因為沒有經驗失敗了，還欠了6萬的外債。說起來心裡也不是滋味。其實我長相呢也還行，性格也不差，可就是因為這筆債，也就沒有遇到合適的對象，我也挺無奈的。不過呢，這點呢我得說清楚，我就是想看一個有誠意的男生，幫我把這6筆賬給還掉。只要他能做到這些，我肯定會真心實意對他，和他踏踏實實的過日子。咱倆飯也吃完了，我就直說了哈。你各方面條件呢，我還挺滿意的，咱們倆肯定奔着結婚去。但是呢，有個條件我得提前講清楚，你要覺得行，咱能繼續處；覺得不行的話呢，咱們就不耽誤時間哈。什麼條件？你說說嘛。就是我前2年創業欠了30萬，你結婚前就幫我還清，然後出彩禮錢就不用給了，你要給的話，象徵性給個3、5萬就行了。結婚前需要幫你還清哈。對。這名女子接着說：“我的這些條件不過分吧？”男子說：“你把我當傻子呀？我說幫你還清30萬，結完婚之後過個3個月、5個月，你要跟我離婚可怎麼辦？我不人財兩空了嗎？”在評論區裡有位廣東網友留言：“我的一個親戚是程序員，在深圳結婚買了房，沒有孩子。去年他被裁員後，把房子賣了200萬，妻子說要替他保管這筆錢，他就全都交給了他。沒有想到幾個月以後，妻子提出離婚，他現在是一無所有，年齡也大了，只能是天天借酒消愁。”我有2個女性朋友，都是因為給男人花錢，導致現在負債，然後過得很不好。一個就是99年的一個小朋友，她和她男朋友搞對象大概是2、3年的時間，然後借網貸大概是10幾萬，就是日常的一些花銷啊，還有這個男生買車，然後貸款什麼的，全部是用這個女的名下去借的。然後後來分手了，分手之後，這個男的根本就不管還這個錢，不壓在這個女生的身上。還有一個就是他是空姐，他之前的感情也是受傷了，因為他前夫的話就是背叛他，離的婚。後來呢，他這個男朋友跟他好，就是看在他是空姐，他工資高，然後跟他好了之後，就用他的名義去借網貸。博主說，因為這位空姐工資較高，所以能借到更多網貸，大概借了10幾萬，接近100萬，他們根本就無力償還。兩人關係好的時候呢，男方總是說自己以前做生意多麼成功，等賺到錢就能夠把債還清，然後2個人就結婚了。可現實就是他始終沒有還上這些錢。後來女生實在是受不了了，選擇了分手。分手以後，他一個人獨自承擔債務，至今還在為還債奔波，而那個男生卻已經和別人交往了。博主提醒姐妹們遠離渣男，守好自己的錢包。聽完我的36歲，你就不會再焦慮了。89年屬蛇，未婚未育，負債86萬，被 NPD 前任騙財騙色，敗光所有積蓄，倒欠很多網貸。最近公司一直在裁員，工資一降再降，已經入不敷出好幾個月了，每天過得渾渾噩噩，不敢面對現實，也不敢告訴任何人。男生是不會去有負債的女生，有負債女生就不要來相親了。我說的不是那種買房有房貸的，就是那種正常的負債啊，而是那種因為自己的這個貪心啊、懶惰呀、生活超前消費的，就支出呢完全是超過了她收入的一個女生。有一個92年的女生來找我，她是那個財務工作，長相一般，然後想找一個收入高、年齡相仿的男生。我說，姐妹，收入高的男生大概率是不會考慮你的。你要是還想結婚的話呢，你至少要求要降1半。這聊天過程中我終於知道她為什麼想要找一個收入高的男生了。博主說，他一個月收入是大概6000塊錢，就欠了10幾萬的信用卡。於是呢，就問他，你這些錢到底花在哪裡去了？他回答說，他喜歡過精緻的生活，去健身房
每年去旅行，還買包，再加上房租，這些都要花不少錢。博主心想，一個負債的女生為了追求所謂的精緻生活，完全不顧自己的真實收入，只想着享受。現在她想找個男生幫她還債，這樣的女生男生是不會娶的。她結婚之後呢，也不會降低自己的生活標準。如果男生真的選擇了這樣的伴侶，那簡直就是娶了一個定時炸彈。所以呢，她提醒正在相親的男生們，一定要留意女生的收入和消費習慣。如果發現她入不敷出，那就趕緊止步，不然以後只會苦了自己。现在不仅是大齡女生的債務有問題，連好多剛畢業的小姑娘都欠10幾萬、20幾萬，真的太多太多。而且最關鍵的是，她為了還債，什麼話都能說得出來，什麼面子、尊嚴、留情面都沒有她的還款日重要。其實負債本身沒什麼好丟人的，我也見過很多欠大幾十萬、上百萬的。真正丟人的是想不勞而獲，想把別人拉下水，這才是各位應該警惕的。2018年，我申請了人生第一張的信用卡和第一個網貸平台，最初只有10萬負債，沒想到短短4、5年的時間，這個數字像滾雪球一樣膨脹到了36萬。今天我要用我血淚的教訓告訴大家，千萬不要碰網貸，這不是危言聳聽哈，以貸養貸的恐怖程度真的遠超你的想象。我太懂那種感覺了，還款日近在眼前，賬戶餘額卻觸目驚心，害怕逾期，恐懼催收，擔心丟面子。也正是這些恐懼驅使我們不斷拆東牆補西牆。博主說，孩子剛滿4個月時，他為了養家不得不外出工作，當時呢，月收入1萬元，他天真的以為貸款這個月借，下個月就能夠還上，但生活總是充滿着意外。2019年，父親突然間患病，醫療費和生活開支的雙重壓力讓他資金鏈徹底斷裂。無奈之下，他只好在網上不斷尋找新的借貸平台，用新卡還舊卡，分期再分期。這些網貸平台就像精心設計的金融鴉片，讓人沉迷於短暫的有錢幻覺，卻透支了整個未來。如今呢，2年過去了，他仍然在債務的漩渦中掙扎。博主希望用自己的經歷來提醒大家，別讓網貸毀掉了你的人生。現在女性正在變成網貸的重災區，就你像我們普通人觀念裡面，大部分借網貸的都是男生，衝動消費、吃喝玩、賭博、投資。但是我們最近接觸這麼多客戶下來，發現借網貸的女生開始越來越多了，而且女性的授信額度它還高。你們敢相信嗎？一個985高校畢業的女老師，公積金3400，今天過來大家把真心一打，負債61萬，而且全部都是網貸，在銀行從來沒有借過任何1分錢。什麼概念？不誇張的講啊，就幾乎每個月有1半的時間都是還款日。博主說，他跟我講，你根本就不知道體制內攀比風氣有多離譜。在單位裡看着還好，大家都是收斂着，但只要跟同事出去吃飯，如果沒有個大牌的包包，都不好意思放在桌子上，怕被人看不起。到了休息日，大家聚在一起聊天時，就會說誰誰買了新的品牌包、品牌的衣服。假期刷朋友圈，別人都在旅遊，如果你想融入這個圈子，就不能比別人差。你會覺得貸款幾萬塊不算什麼，以後肯定能夠還得上。但是呢，一旦開始了貸款，就很難停下來。所以呢，千萬就不要碰網貸，無債一身輕才是當下最簡單的生活。最近呢，唐山好多小姑娘債務暴雷以後，直接扎進相親市場找接盤俠，目標明明白白，幫自己還清債務。你說這離譜不？以前相親還挑長相看3觀，現在人家直接放低要求，不要彩禮，甚至能接受男方離過婚，唯一條件就是男方得是唐山本地人，家裡有房有車，條件好，還得願意幫他還欠款。咱不是說不能追求更好的生活，可這操作也太直白了吧，把婚姻當成還債的跳板，這日子能過得踏實嗎？結婚化債最近引發熱議，據觀測今年下半年會有一大批債務暴雷的女生出現，這些人呢大概率會瘋狂的進入這個相親市場找人來借債。去相親的朋友們看到這裡一定要小心一點，擦亮雙眼。為什麼結婚化債會在今年迎來爆發期？因為在過去的10年裡，女性的消費野蠻增長，尤其是在資本的營銷下，不斷的刺激消費欲望，信用卡透支、網貸等超前消費的工具普及，降低了透支門檻。
再加上舔狗經濟，這讓很多女生都蒙蔽雙眼，開始消費貴的衣服、包包、化妝品、整容，比比都是大開銷。博主說，這些女性的收入難以支撐高消費，結果債務是越滾越多，徵信也被弄得是一團糟。於是呢，有人想到通過結婚來獲取高額彩禮來還清債務。當然了，這種情況只是個少數。在評論區裡，有一個網友說，我曾幫前任女友還了10幾萬的債，最後才發現自己是一個大冤種。另一位網友回復說，我選擇去正規的婚介公司，要求查看對方的徵信情況，包括房子是否是屬於本人的，有沒有負債等，這樣就能避免被騙。90%的男人不知道，現在女老賴已經是井噴的節奏了。說這個話題肯定又得罪不少人了，且看且珍惜吧。簡單說，現在經濟不行，不少女生欠錢還不上。我做貸款的，我知道現在很多欠錢女生會找對象讓男方幫忙還債，本來现在男女之间就互相信不過，這麼一搞，結婚率更低了。建議呢，處對象前查查對方徵信吧，別接這些爛攤子。博主說，現在女生高端消費崩了，自己扛不住了，以前靠男人買單，現在這一招也行不通了。不光上海，現在全国各地都出現了小姑娘債務暴雷，她們湧到了相親市場找各種接盤俠，目的只有一個，希望對方可以把他們的債務還清。理由大多都是前幾年和小伙伴做生意虧啦，或者是家裡出現一些什麼變故，實則都是超前消費，買，營造高大上的朋友圈。哎呀，這個社會太恐怖了，他們不需要彩禮，甚至可以接受離婚帶娃。很嚴峻的事情啊！我發現現在越來越多負債的大齡女生都跑來婚戀市場化債了。所以說，如果你們相親的時候，這個女生你發現她是負債的，你趕緊撤退啊！不是開玩笑的，你在保命，知道吧？是保命啊！不光是保住你的財產，因為債務這個東西很容易讓一個人變得瘋狂。我再給你們說一個實際的情況，就未來經濟的形勢還是不會太好，會有更多的女生失業，經濟入不敷出，她就會讓男朋友甚至是男性朋友去幫她還這個債。所以我們一定要清醒一點，未來的不確定因素真的是太多了。有一大波負債暴雷的女性出現了。這25年女性消費貸逾期率同比24年激增了42%，30歲以下的群體超過了70%。都說這曾經以無條件付出的舔狗經濟宣告終結了。其實哈，我感覺還有一個原因，就是這些大哥手頭緊張了，導致以前那些被大哥呵護過的女人，現在由奢入儉難了。那想要繼續保持好的生活狀態，沒有辦法了，就只能負債了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兒了，請您記得點讚、訂閱、留言，並且分享給您的朋友們。感謝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